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轻型机兵狙击手西尔维亚。西尔维亚的招牌能力就是，只要他身上有装备手盾和轻型步枪，他的所有攻击都可以随意瞄准，并且在战斗后还可以使用剩余的移动力来继续移动。通常狙击手的瞄准能力都要额外消耗 AP 才能使用，就比如戴纳带瞄准的主动技，最少也要3 AP 才能发动。可瞄准就代表着效率，西尔维亚能无消耗的瞄准，就让他成为了一个非常节省 AP， 又能频繁击毁敌方部位，然后再行动的一位狙击手，这个价值可是非常高的。快速击毁敌机带武器的手臂或格斗家的脚，使其无法靠近，都是西尔维亚常用的战法。除非迟钝的手臂被打掉，否则西尔维亚一直都会拥有瞄准的能力。再来是在移动的能力，西尔维亚使用的是轻型机兵，本来移动力就很高，可以支援的范围也很广，加上在移动的能力，就让他可以在攻击后再移动脱离敌机的攻击范围，远离战场，避开敌机的追击。这么一来，即使西尔维亚驾驶的是轻型机兵，也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西尔维亚有4个主动技能和4个被动技能。第一个被动技能射程压制，效果是主动攻击时，目标距离自身每多一格，伤害就会提升 5%， 最多提升 20%。这对于经常以最远距离来攻击，以避免被敌方反击的西尔维亚来说，几乎就是必带的技能。其他的3个被动技能，攻击耐久值全满的目标时，暴击率提升；自身手臂被击破时，回避率提升；腿部被击破时，移动力不会降低，这些通通都不会用到，所以也就不讨论了。剩下的2个位置则会留给主动技能。西尔维亚是个擅长逐个击破，经常能将 AP 消耗到完的角色，所以尽可能以最少的 AP 去击破最多的部件就是他的作战方式。只要1 AP 普攻能打爆对手的，就尽量不会使用主动技能。只有在普攻倍率不够的情况下，西尔维亚才会动用 AP 和倍率更高的主动技能来解决对手。因此，西尔维亚选择主动技能的方向也很简单，那就是按 AP 和伤害分阶梯增的去选。第一个必带的主动技能是直感，效果是攻击单个目标，并造成 1.2 倍的伤害。技能和普攻一样，可以进行瞄准。选择带这个主动技能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的伤害比普通攻击高，而且在众多主动技能中，它也是 AP 消耗最少的一个。普攻无法解决的，就用2 AP 的主动技能来解决；2 AP 无法解决的，采用更高的 AP 和伤害倍率的技能去解决，思路就是这么简单。西尔维亚第2个主动技能，在前期会先选择带一个3 AP 的。西尔维亚3 AP 的主动技能有2个，第一个主动技能虚实，可以连续射击2次，攻击单个目标，但单发的伤害会比较低。第一发攻击一样可以瞄准，但第2发攻击却是随机的。虚实的特性是可以无视大盾的命中转移效果，好处是打守护者时，可以绕过他的大盾嘲讽，直接把武器打掉，让他失去攻击的能力。第2个好处是，在第1发攻击收掉残血的部位后，还可以对其他耐久值较高的部位去进行压血，让原本没办法收掉的部位可以进入西尔维亚的斩杀线。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使用这个主动技能。第2个3 AP 的主动技能狙击，效果是攻击单个目标并造成 1.3 倍的伤害，一样可以瞄准。狙击的特色是会对命中的目标添加禁止援护防御的效果，持续1回合。这是一个专门用来打守护者，使其援护防御效果无法发动的技能，但这个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用，因为效果只有1回合太短。西尔维亚必须先打中守护者，然后才能使我方后续的输出不会被援护防御。守护者都会有很厚重的大盾，通常西尔维亚是无法一击就打穿大盾的。如果要拿西尔维亚来禁止守护者发动援护防御，就要牺牲掉西尔维亚再动攻击的能力，个人觉得会比较不划算。
那还不如使用第一个主动技能虚实，一点一点的直接把守护者打掉，更省事。如果你的队友是弗列达和红，那禁止援护防御的能力就更加没有必要了。因为弗列达本身就有使援护防御无法发动的能力，而格斗家的攻击本来就无法被援护防御。最后一个主动技能盛放，需要消耗4 AP， 是西尔维亚消耗 AP 最高，也是伤害最高的一个主动技能。盛放会造成 1.6 倍伤害，同样也可以瞄准。盛放的能力是禁止被援护防御，效果可以持续1回合。这个能力和狙击的禁止援护防御不一样，狙击的禁止援护防御是打在守护者身上，使他无法发动援护防御的能力。而盛放的禁止被援护防御是在战前就发动的，它会让西尔维亚可以像弗列达一样，在攻击时马上就使敌方的援护防御无法生效，直接命中想攻击的对象，并且还能使目标在这一回合内无法被援护防御，让我方其他技师也可以无视敌方守护者的援护防御效果，非常好用。盛放的技能效率和狙击相比，简直要好用太多了。若要说它有什么缺点，那就是需要消耗的 AP 会比较高而已，所以不能随意乱用。盛放是西尔维亚最强的大招，要在最后面才能学到。盛放学到后，就是西尔维亚必带的技能，之后就可以把3 AP 的主动技能换成这个4 AP 的大招了。接下来说一下西尔维亚的芯片要刷什么。红色芯片优先带加射击的属性，黄色芯片优先带射击命中，其次才是射击暴击。要优先叠命中的原因，除了是因为狙击手这种单发的武器，命中率本来就很重要外，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西尔维亚的机兵孔爪身上所带的模组统御者定仪，会将超过 70% 以上的命中率，每超出 1%同比转换为 1% 的伤害提升，最多可提升 25%。所以增加命中率就等同是增加伤害，一举两得。蓝色芯片则优先刷轻型机兵闪避，只要是轻型机兵的蓝色芯片都是优先以闪避为主。轻型机兵的特性就是低耐久低护甲和高闪避，所以增加闪避才是最好的防御。神经驱动只说重点的 Gamma 区，Gamma 一区只要开到算力期，把在攻击的发动次数增加1次就够了。后面的警戒次数发动增加并没有很重要，因为西尔维亚经常会先把敌方的武器打掉，留下很多没有威胁的敌机，而偏偏这些敌机却会最先行动，把我方的警戒射击次数给消耗掉，导致很多时候警戒射击打的都是无效输出，因为这些没有输出能力的敌机在攻击后，本来就会被我方机兵反击给消灭掉。后面的能力也全都和警戒有关，考虑到资源的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所以不建议再投入去开后面的算力。Gamma 2区只要开到算力时的瞄准时，命中率会提升就好。后面的能力并不重要，所以西尔维亚的 Gamma 区总共只需要17算力。伽马区的初始算力是8点，所以西尔维亚只要再给他3个仿生超导体，增加9点算力就可以达到17点算力了。仿生超导体也是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所以前期并不建议再继续投给西尔维亚，3个就已经足够了。背包推荐使用移动背包，因为西尔维亚的 Gamma 2区中拥有能将未使用的移动力转成伤害提升的能力，每一步提升 4%， 最多可提升 20%。最后来说说西尔维亚的抽取建议。基本上它也是必抽的人权卡之一，光是能随意瞄准的能力就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能帮助你快速通过很多关卡。也有一批人的看法是艾琳更重要，所以要放弃西尔维亚转抽艾琳，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2个人都是要抽的，只是顺序的问题而已。目前钢蓝最多已经需要上阵4个队伍，机师是真的嫌少不嫌多的。艾琳更重要，这个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她的能力和价值都是目前还无人可以取代的。但你要了解，艾琳的工作是打第一波大范围伤害和提供持续性的真伤压血，为其他主力输出提供一个良好的输出环境，
但你也不可能只靠一个范围输出就能击退敌方。中间的火力输出还得靠突击手，快速收割的工作还是得交给格斗家和狙击手，所以一个好用的 S 级狙击手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艾琳必须要到后期才能开启核心技能炼狱来铺燃烧地形，属于比较后期的机师，即使你现在拿到作用也不大。台服的池好像开得特别快，我相信在艾琳池开放时，大家应该都还无法开到 Gamma 2区，所以艾琳真的不急。有资源直接连艾琳也拿下自然最好，没有的话，先抽西尔维亚，然后再等艾琳复刻也不迟。西尔维亚强在打小兵多的战场，但在打首领的能力就不如肖妮和凯莉。但他们都是比较后期的机师，而且定位也不一样，并不影响西尔维亚的发挥。肖妮需要别人的专武，要有专武就得先有打过关卡的能力。钢蓝的难度你是知道的，如果没有西尔维亚，你要用什么去拿专武呢？再来，凯莉是需要有很高的培养度才能发挥的，到时平民能不能负担得起，还是另一个问题。凡事都得按顺序来，所以西尔维亚是绝对无法跳过的一位机师，西尔维亚只需要抽一支就可以了。最后来说一下西尔维亚的机兵孔爪，建议有能力的也要直接拉一台出来。孔爪的能力就不再分析了，总之这是一台好用的机兵，和西尔维亚的适配性也很高。光是为了统御者定仪这个模组，就值得特地抽一台，把它拆出来用。当然，拆机兵拿模组这事，并不是平民可以做的事，平民连一台完整的采机都还没有，就更别说拿来拆了。虽然西尔维亚也能用暮色之牙，但因为暮色之牙实在太抢手，加上西尔维亚也会和弗列达一起上阵，所以还是自己抽一台来用比较好。未来还需要奋兵，需要供机，有了孔爪 A 级机师艾丽森也可以一起使用。虽然艾琳的马尔萨斯也是必抽的机兵，但艾琳没有马尔萨斯还可以暂时用着日弩，西尔维亚没有孔爪就没有 S 级机兵可以用了，所以机兵也是孔爪优先于马尔萨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